乔医师，晚上好。帮我看一下我的声音，还有我的光线会不会太暗，或者是太亮？新春晚上好。OK， 那我们就先等一下，然后你们帮我看看，我的声音还可以吗 ？OK， 好的。好的，那我们晚上就来画一下那个，用水彩来画一下那个我们的琥珀。然后呢，这里我要说一下，其实琥珀它有蛮多颜色的。其实琥珀有一般就是大众比较大家比较常见的应该就是蜂蜜色还有浅黄色的琥珀。那还有，其实琥珀它还有分红色啊、绿色、蓝色，那也有黑色或者是乳白色。那其实如果说琥珀的话，就是里面有带昆虫的，就是有一些像我们看到的琥珀里面如果有昆虫的话，其实它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熊 gay 打雷，你知道吗？就是比较值钱的。OK， 好的，那其实我们晚上画的就是比较基础的，也就是比较浅黄色或者是蜂蜜色的琥珀。那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像一般因为这里我要说一下，我现在手上的是这个水彩纸哦。那我这里要来教大家辨别一下，怎么辨别我们的水彩纸。那像大家在市面上会常常听到什么细纹，然后中粗纹，还有粗纹嘛？那你们是不是常常会有疑惑说，那我的哪一面是正面，然后哪一面是反面？那你们看一下啊，通常我们所谓的纹路，它就是我们的正面，也就是例如你买的可能就是细纹或是中粗纹，那你看到的这个纹路，出面的这一边就是我们的正面，那反面通常就是光滑面这一面，它就会是我们的反面。那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辨识，就是你们可以摸它的脚边，你会发现有粒粒的，就是你就用你的手指头有没有？那你就在我们的脚边这边，你觉得如果有粒粒的这一边，它就是反面，因为通常我们的正面啊，它这样摸起来，它就不会卡北干嘛来，就是感觉就比较不会粒粒的感觉。玉娟晚上好。所以这里是就是说，不管是粗面或者是细纹，你们只要拿到水彩纸，它如果告诉你说粗纹，不管是什么纹路，粗纹、中粗纹或者是细纹，它就是我们的正面，也就是你们看到的正面哈。那这是一种方法，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只要摸你的边边，有点刺眼。好的，我把灯光调一下哦。这样应该就比较不会，然后我稍微调一下。调一下我的灯光啊，等等我呀。
嘉玲晚上好，今夜晚上好。OK， 好，那我这里我就是再重新说一次，像我用水彩的话，大部分就是会用水彩纸比较多。那之前因为有人提到说，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分辨我的水彩纸，我究竟哪一面是正面，哪一面是反面？哎呦喂啊！我的那个纸啊，就是灯光啊，打在我的纸上一直是反光的，你们是不是看起来会觉得有点反光？暗一点，暗一点点。好，再来。那你们摸一下你们的纸张，也就是说，例如你买到你的，不管是细纹，或者是粗纹，或者是那个中粗纹，你就是那一面就会是你们的正面哈。那通常它的反面就会是比较光滑面。所谓光滑面呢，一般就是你可能想要上色那个色铅笔啊，或者是说其他的媒材，背面也可以用。那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讲的原因，是因为为什么它会分中粗纹或者是细纹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是以粗纹的来讲，像我们要画一些纹理啊，或者是有肌理的，它画在我们的粗纹上面，它的显色效果会比较好。那相对正面啊，它的吸水也会比较好，晕染效果也会比较，就是会达到比较 OK 的效果。那反面它还是可以用，不是不能用，因为反面其实就是它顶多可能就是因为它纹路，因为它比较光滑嘛，那它光滑，它可能有些纹路我们做出来的效果就比较没有到那么好，但是其实都是 OK， 其实两面都是可以用的。那再来就有一种纸，它就是两面都会是一样的。像 Arches 或者是还有那种就是比较好的100%的纯棉水彩纸，通常它两面的纹路都会是一样的，所以以那一种纸，因为那一种水彩纸通常就比较贵，但是它的两面的纹路都会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你们一般是买到这一种，就是市面上啊比较容易买得到的这一种水彩纸，不容易辨别的时候，你只要摸一下我们的侧边，通常正面在摸侧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比较摸起来就不会这样有来粒粒的感觉。可是相对反面，你在摸它，你们如果手边啊有水彩纸的人就可以摸看看，它就会有背面的话，它摸侧边，你这样刮过去，有没有？它就会有一点就是有点粒粒的感觉。所以这就是我们水彩纸辨别的方法。那像一般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像这种，就是一般我们的带砖，其实都一样。它不管正面反面哦，你仔细去摸它，它的侧边都会有一面比较好摸，然后一面摸起来就会特别的，好像感觉会刮手。所以刮手的那一面啊，就是我们的反面。然后正面摸起来就会比较 OK 哈。好，这个就是辨别我们的水彩纸。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教的就是琥珀，然后这里的话我有画了几颗，然后一般像这一种就是以最基础最经典的琥珀，也就是浅黄色，还有像这一种蜂蜜色的琥珀。OK， 好，那以最纯净度的来讲，就是讲它里面比较干净啊，然后它也没有杂质，然后你们也会常常看到有一些琥珀，它里面是不是会有什么叶片或者是木屑，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好的琥珀，它里面就会放一些昆虫，就像我之前画那个用色铅笔画的，就是里面会有昆虫，里面可能会有瓢虫啊，或者是有一些虫子会放在里面哦。好，那在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琥珀其实它
比较软。所谓的比较软的意思就是它算有机，就是有机矿石，也就是它是树脂化石。树脂你们知道是什么？树脂就是那个，我们可能有一种胶，有没有？我们常常在为什么要放虫？没有哦，那是因为它长久也，它算是一种化石，你知道吗？树脂化石，树脂化石的意思就是，我这个要写一下。树脂就是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白胶，你们知道吗？它不是放虫子进去，而是因为它有它那个长久以来，从古代到现在，因为它就是化石，你们知道吗？就是虫子一直就被它封在里面，然后很久，然后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就像那个蜡，你们知道那个蜜蜡有没有？它就是把它封在里面的，没有要放虫子，所以有时候可能它周遭有一些可能虫子啊，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叶片啊，或者是木屑，然后是的，树脂没错，所以它就是树脂化石，很特别齁。那如果说你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什么颜色很深的那个琥珀啊，它那种琥珀就是因为它里面会含有很多的那种什么碳质，或者是它会有大量的那个植物，也就是像什么叶片啊，它就是含了很大量之后，它的颜色就会越深。所以它其实它不是把虫放到里面去，是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树脂化石。那个字是念树脂化石还是树脂化石啊？树脂化石，就这样，树脂，哎呦，我这个笔没水，树脂化石，这样，树脂化石，它是属于化石，然后它比较软。它不是矿石类的哦，它是比较软，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拿个小刀片拿去刮它，它就会有那个，它就会有刮痕了，所以它会比较透明。那比较透明的话，我觉得就是用那个水彩画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会比有那个色铅笔画出来。当然色铅笔也可以画，只是说可能如果说我们想要让它比较透的话，就是用水彩的效果就会比较好。那大家看一下哦，那如果说以最纯净的这一种那个琥珀啊，它最纯净的，它里面可能就只有气泡，然后还有就是这一种云雾状的纹路。那像这一种的话，就是比较深色，也就是比较接近那种蜂蜜色的，就是你们最常见的。那像这一种都是比较浅，就是比较浅黄色的那个琥珀。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是要来玩这个，然后你们也可以试看看，就是自己可以画看看这样子啊。上面这两颗不是啊，这上面这两颗是我之前做示范的，然后这下面就是我今天后来有画的，因为想要示范，通常我直播之前要示范，我都会先画那个示范的在上面，然后让你们大概看一下。然后我现在先来画我的圈圈。然后我今天会用的水彩就非常，就是很便宜的，就是大家就是买的时候它非常亲民价钱的那个秀孚水彩，就是我现在手边就是直接拿这个水彩出来用。好，那我今天用的调色盘基本上就是没有洗的调色盘，因为我这边有一些颜色我可能会用得到，
像这一种，我可能等一下我都可能会用得到这样子，因为觉得它沉淀后之后的颜色啊，看起来会比较适合，所以通常我会拿这一些来用。那我们就一颗一颗来。好，那你们看一下，通常我就会从比较浅的黄色啊，那你们选择什么样的黄色都可以，就从最浅的黄色开始。你们可以先刷一些放在旁边。关一下我的手机。好，那我们要开始，然后你基本上我通常就是先刷，那刷好了之后，我就会直接沾水，没有再沾颜料哦，是直接沾水，因为我现在要让它整颗都是湿的。然后再来就有没有发现，我现在是直接沾我的颜料，我没有放在这里，我现在是直接沾我的颜料，所以它等于有一点干壁，然后转过来。如果水彩笔啊太干了，你们就可以沾一点点水。因为我现在要先把我的边框画起来。我发现我到今天啊，就是声音还是沙哑的，因为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唱歌，然后又大家就是讲话，一整天都在讲话，然后又唱歌这样，然后到今天呢，声音都还是沙哑的。然后就不要急，你们就慢慢这样子，就是边框这样慢慢去刷，慢慢去刷。所以这一颗就是从最简单的、比较经典的啊，就是从浅黄色开始。所以你们看一下哦，看现在有没有旁边就已经有一些晕染出来嘛，颜色比较深，包括这里。好，那我再来，我就会拿我这边的颜色，它虽然干掉了，可是没有关系。然后我就会在旁边稍微把它就是这样子，就是用沾一点水啊，然后让干掉的慢慢把它刷起来。然后刷起来之后，我就要开始做我的纹路了。那我可能就会先用画的，然后好了之后，你可以拿一条毛巾，或者是拿干的布，然后先把你的水彩笔直接就是把水分先把它吸干之后，然后开始慢慢刷，干刷。那因为我们的纸张刚刚是湿润的边，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慢慢干刷，然后让它刷到最旁边，就是会最淡的。那你有没有发现这边的纹路就跑出来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另外一边，所以这个纹路啊，没有限定说哦你要怎么做，你就看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纹路，然后再来就是
你就去沾你的颜料，沾你的颜，看你觉得你想要深一点，或者是浅一点都可以。所谓干刷，就是我现在要把我刚刚画的这一条，这边要把它晕开来。藤爷晚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慢慢让它干，而且它这边有没有？它也会慢慢的有晕染的效果。好，那我也可以中间这边呢，我也可以做一些。所以基本上第一颗没有很难，第一颗就是很简单。然后同学，这个纹路哈，就是我们要留着的。要留着的，怕一不小心啊，就是如果对中间已经凸起来了，没错。然后这个纹路我们要留着哦，不要再把它刷掉了。五花肉那一种就是这样，是的，五花肉也是这样用的。买到小本本了是吧，藤爷？买到小本本了，所以五花肉也是这么样来画。那你看啊，我这样子中间的纹路就做出来了，有没有？好，那我现在稍微让它干一下，我用吹的比较快。用吹的，好，我没有要吹到粉干哦，我就大概让它就是不要是很湿润的情况就好了。对，水彩系宝石，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画那个琥珀。那我再来，我要进行就是让它有一点，琥珀它会有一点那个带橘，但是它又不是橘，它又有点就是橘红色的感觉。那我可能就会挑一点我边边的颜色，可能我就会挑这边的颜色，然后去染一些刚刚的黄色。然后转过来，因为通常我的习惯就是，我想说让你们看的比较清楚，所以通常我就会转纸给你们看，然后让你们在画的时候啊会比较方便画。那记得在刷的时候不要太用力哦，不小心太用力会把这个纹路给刷掉，所以不要太用力。然后这时候我可能就会再找深一点点的，就是像这种红咖啡，这个红咖啡的颜色。因为我开始要让它边框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我就会把它放一些在旁边。就是你自己要在旁边画一下哦，看这个颜色会不会太重，自己要稍微画一下。好了之后，拿那个抹布啊，把这个笔水分吸掉，慢慢往旁边染，让它颜色啊慢慢边框开始慢慢就是
颜色往下就是越来越重。然后有时候中间呢，也可以用干笔来刷，就是之前我有教过的干笔有没有？这样慢慢刷，刷一些就是把它带到中间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样纹路就出来了。自然干可以哦，自然干是可以的。老师的水彩笔，水彩笔也败下去了，就是了。所以这样这一颗我们就先等它干，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做高光哈。好，然后呢，这里我讲一下，就是每一次如果你们想要做小气泡。如果说你用水彩笔，你觉得在做小气泡不好做，你可以直接用我们的那个油性色铅笔，因为你要记得，就是我之前有说过说，我们的媒材它是可以搭在一起用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想要画小气泡的时候，然后你觉得那个你的水彩笔你不好画出来感觉就是没顺，那你可以用那个色铅笔来画。那我这里我是直接会用那个水彩笔画，那一样啊，就是画个小 C， 所以我刚刚有说到，就是像这种比较纯净杂质没有杂质的，它通常它就只有小气泡，然后还有云雾状的这一种纹路，这就是比较单纯的。所以像这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比较容易上手。好，那像你们看一下，像这种纹路啊，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感觉颜色渐层更好的话，当你第一层做好之后啊，你就可以刷一点其他颜色，像如果我这里是刷这个红咖，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红咖啡的颜色，或者是像我这个调色盘上面有一点比较脏的颜色，它有一点比较深的咖啡，有没有？这个也可以用，然后就画在它的这个纹路的地方。那记得你加深的地方不要很重，就只要一点点就好了。有没有发现，只要一点点，有没有？它就会有一个叠色的效果了。那这一边也一样。所以基本上啊，我的调色盘上面的每个颜色对我来说都是有用的。所以我只要一点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纹路就会可以非常非常的明显了？然后再来，我要来等这一颗干，那我们就来画下面这一颗。好，那一样也是先从淡色的画起。好，然后沾水，就直接沾水就好了。然后再来从比较深的颜色开始画。
那因为现在我的水彩纸上面啊，其实它都是算湿的。那你们有发现我现在就是干刷，所以你们会看到我的水彩笔，它感觉跟它逼切这样子在刷它。这个我记得我之前有教，就跟你们说，这个就是那个干刷。好，然后你就看你要刷多重，就是其实颜色啊没有一个一定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可以去想看说啊，你要怎么去让它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颜色。像我现在是刷第3层，因为我想要让它有一点分散，所以我可能中间也会刷一些。然后慢慢往上叠，所以你们也不用怕，只要水没有往外跑，都不用怕它会跑，那个会晕染出去。所以它现在已经有开始有那个琥珀的最基本的雏形了，有没有？然后再来你就颜色开始慢慢加，慢慢往上叠。那我现在就要开始要用红咖啡，因为我想要让它带一点那个蜂蜜色。然后你也会发现说，用干刷有一个好处，就你来这里就是，你看啊，像我这个是虽然是细纹，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细纹啊，用干刷的时候，它的纹路就会有那个像这个细纹的纹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讲的说，为什么它会有分了什么细纹啊、中粗纹，它现在就是会有这个细细的这个纹路。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纹路不要怕，其实纹路啊，它就是让我们在做它比较好的效果。而且干刷啊，它很容易可以把它的那个纹路刷得很漂亮。那你就慢慢做，也不用急，也不用担心说哦水分过多或者是过少。嘉玲问的牌子，来，这个是秀璞，然后其实不一定要秀璞，每一个牌子的水彩都可以用，只是说因为我现在手边就是最快的，所以我就直接拿这个秀璞出来画。然后任何一个牌子的水彩都可以用。好，那像我这时候我就可能会去找一些可能我的调色盘上面的颜色，譬如说我这里有一点之前咖啡红一点点，再重一点点，这个我也可以用。啊，然后过一下水，让它不要颜色那么多，然后把水用你的抹布或卫生纸稍微让它有一点吸干，然后晕开。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些在这上面。
然后把水吸干，慢慢刷，慢慢刷。换一边。所以有时候你们看到你们的那个调色盘上面啊，那些颜色其实当它干掉的时候啊，就是它最原始的，而且它那一些像这一些都是它会沉淀的，这一些都很好用，它画出来的效果也会很好。所以通常我的调色盘是不洗的，因为其实这应该这么说，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像这个颜色就是我们在画石头有没有最好用的颜色，可是有时候你不一定调得出这个颜色来，你知道，所以这个颜色我就会可能会留着它，然后到时候可能就用一点用一点，又或者是说你看像这一种橄榄绿啊，它有时候不一定会是你可能调色调得出来，它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在上一次你在用绿色的时候，你可能加了一点蓝，然后可能又加了一点黄，然后让它慢慢调，所以它这个颜色就会变成说是你下一次可以用得到的，所以这些颜色我都会把它留着。然后像这个纹路啊，你也可以刷大一点。所谓刷大一点的意思就是，例如说我如果想要把它刷大片一点，像这样，然后就要像那个新春说的，勇敢一点，就不用怕啊。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我们细纹？所谓细纹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刷在它上面的纹路，用干刷。然后刷在这个原理要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的纸啊，它就是这样，正常平纸都是平平的，对不对？但是因为细纹或是中粗纹，因为它的纸就是都会有那个纹路，对不对？那我们的笔就是刷在这上面，然后就会产生它的纹路，有没有？像这个纹路。所以像这样刷，有没有？它就会刷出它一点那个细纹的纹路出来。所以有时候你们在刷的时候，你们可以觉得说，哎，它为什么会有那个淡淡的纹路？那个就是我们纸张的纤维，然后它有一些毛细孔。所以你可以做大片一点。你如果觉得说，哎，我的琥珀啊，我想要让它感觉就是比较有那个纹路的感觉，你可以刷大片一点。那有些人会说，因为老师在刷都很大胆，其实也不是老师在刷很大胆啊，我也会有翻车的时候。可是翻车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去想说，哎，我可以再加什么？然后再来，你们看一下哦。我现在边边是不是都有一些纹路了？那我现在边边有一些纹路的时候，我可以让它这些纹路更清楚。所谓更清楚的意思就是，比如我拿我这个颜色，因为这颜色比较深，对不对？然后我想要做缺角，比如我这里我想要做一点点缺角。那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缺角是不是就跑出来了？对不对？那我另外一边这一边也可以做缺角。先画一次，先把你要的缺角的大小画出来，然后画好了之后，再把它晕开。
这个跟我们在画那个裂痕很像，但是裂痕啊，其实它就是都是往中间，然后大部分它会往旁边上。可是我现在在教的这个是画缺角，也就是说有时候它可能会缺一块凹下去的地方。有没有发现我这边就已经凹下去了？有没有？这边都是凹下去的，所以这就是我常常有时候你们看我在画石头的时候，我的缺角就是这样画出来的。我把我的石头拿给你们看看哦。有没有像这个？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缺角要让它往下凹？有没有？这个缺角就是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包括这个也是。你都刷，你都快刷哦。我们就是一个那个刷这个哈，我们就慢慢刷，你知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刷这个，你会觉得很，就是会上瘾，你知道吗？而且哦，你会不自觉的一直想要去刷出你最喜欢的那一颗石头，不管那一颗石头到底存不存在，可是你会很想要刷出一颗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一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这样子的感觉？像有时候我可能，比如说我这里我想要画一个缺角，沾一点水，然后把这个颜色，我这里我想要画一个小缺角。有没有发现，这是不是这个缺角就跑出来了？所以你看啊，你看这边缺一角，这边缺一角，然后中间让它缺，因为其实宝石，不管你们在画宝石或者是画琥珀，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它有时候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纹路，所以这些纹路啊，你们都可以做。所以如果说我今天我是画在那个色铅笔上面呢，画在色铅笔上面也一样意思。譬如我这里，假设我这里有一颗这个，例如我这里有一颗这个，那我的色铅笔，我要怎么去画我的缺角？一样，我先把我的纹路画出来，对不对？那纹路画出来之后，晕开它，但是记得最好颜色要深一点。那你们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的缺角是不是就跑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色铅笔也可以做，水彩也可以做，那只是说水彩做出来的缺角啊，它会比较就是会有渐层感，然后它也会比较透明，它是不一样的效果。所以这里我是像这一颗，我就做了很多小一点的这一种。那你们都可以做一些，譬如像这种比较深的颜色，有没有？都可以做一些。而且我不会跟你们说需要很多水分，你就只要这样子，就是画好你的缺角之后，然后把它晕开来就可以了。有没有让它的缺角就都跑出来了？所以这里有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说你想要让它的那个蜂蜜色有没有，就是让你的琥珀啊，让你的蜜蜡
蜂蜜色更深一点，你就要用红咖啡，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红咖啡。红咖啡的颜色画起来就是像这样。它会有点接近橘色，但是又不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橘，它看起来会比较像是蜂蜜色。那如果说你们在调颜色，可能就是有些如果说觉得红咖啡调不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用一些橘色，也可以，然后带在你的，就是在你的边边。所以这里你们就要看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即使在刷我的这个颜色，我都会慢慢的去轻轻的去带它，不会很用力，因为如果太用力，你就会不小心把你这个缺角这一些纹路啊，可能就会把它刷掉了。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有好像这个就是在说那个谁很爱扫地的啊，就是很爱扫地，然后他扫就把那个纹路刷掉，有没有？不过现在就是那个爱扫地的通常已经不会扫地了，就是那个之前啊，我们新村常常很爱扫地嘛，那现在他都不扫地了。所以这个我们都可以等它干一下。好，那如果说今天像我刚刚这个是用那个水彩笔在做它的气泡，对，因为气泡等一下我们高光啊需要用高光笔。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用水彩你不好做高光，那个你的那个气泡啊，你就拿起你的那个色铅笔里面的那个深咖啡或是红咖啡都可以，像我这就是 Prisma 的深咖啡或是都可以啊。你不要用黑色呢，因为我们的琥珀不是 OL， 我们的琥珀是那个有点淡黄色跟有一点那个蜂蜜色，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你的那个黑色来画你的那个小气泡哦。然后你就稍微画个小溪，看你要画几个小气泡都可以啦，随便，就点一点，像这样的小溪，我聚焦一下，我们像这一种小溪，这样子。现在也少啊，对，就是慢慢做纹路，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做纹路是一种。其实我在画缠绕画的时候，我通常画完缠绕画之后，不论我的缠绕画上色或者是我的宝石上色，会是最花我时间的。反而我在画缠绕画很快，我的线稿很快就画完了，但是我的上色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疗愈我的这一块。那你们也可以选择，就是说，到底哪一个部分是适合你，而且可以让你觉得最舒服的那一个状态。所以这一颗我们也等它干，然后这一颗应该也差不多干，但是等一下我们再来加高光。好，那我就一直往下画下去。好，那一样。我们都是从最浅的颜色，就是最浅的黄色开始画起。那我通常都会先在旁边把颜色调一调，然后调一调之后，就算你沾到旁边的一些橘色都没有关系哦，你都不用管它，因为我都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相近色，你知道吗？所以我都是就是直接这样调，它就算混在一起，让你们看一下。它就算混在一起都没有关系。然后好了之后，过水，把它整颗都刷。
黄色。然后如果说水彩要练，一定要练，因为很多人都怕水，我知道。可是其实你慢慢，你每一次画一点画一点啊，你就会开始慢慢去抓到你要的那个水分控制。当然它不会一朝一夕马上就让你学会，但是你慢慢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应该要这么做，我应该水量要控制在多少。所以你杏鲍菇宝石跟烧肉宝石是吧？就是下次有机会这样子，因为我会开始就是从比较基础的，然后如果说有一些同学他们就是可能比较基础的，像现在我是教比较基础的，比较没有教到，还没有教到那个什么那个琥珀里面有包小动物的，或是包那个叶片，或者是包木屑，都是食物，对，就是都是食物，这样看起来都是食物。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水草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哪怕我这样子跟你们聊天、跟你们讲话，我都不会怕它干掉，因为它就算有点半干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继续刷，我就慢慢去刷。因为像这样子有点半干的情况啊，例如我现在要晕染我的下半部，对不对？我就会沾一点水，先沾水，沾好水之后，我就会去找我调色盘上面看看我想要什么哪个颜色，然后好了之后沾水的地方，它就会自己晕开来了。而且我很喜欢看它就是自己去晕水让它自己去跑。水彩有一个很奥妙的地方，就是水怎么跑你不知道，然后你就看它这样子跟隔壁的这样子把它 mix 在一起啊，你就会觉得说，哦，它的纹路就会特别的美，而且它渲染的效果也会很好。所以通常我在做晕染的时候，我如果看到它，你看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已经差不多都半干，没有看到水分，甚至任何一丁点的水光都没有，有没有？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刷一点水，在我想要晕染的这一个区块，好，然后沾颜色，它就会自己去跑了。这里也是，这里刚刚刷过水的地方，我都可以。中秋节用得到，所以中秋节可以用的那个杏鲍菇宝石跟烧。为什么中秋节会用杏鲍菇宝石啊？这是哪里的那个？我可以问一下，那个杏鲍菇宝石是哪里的传统吗？我就是，五花肉我知道，杏鲍菇我就好奇了，真的，我也好想知道哦。这个我会去，就是会想要研究一下，所以我想要知道它的由来、典故这样子，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下吗？你看，新春也好奇哦，对，我也超好奇的。好，那你们看，我现在都不刷水了，我现在就是干刷，因为我想要去做我的纹路，所以我就会干刷。然后我可以刷一些比较带红的，就是有一点红咖啡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干刷有时候可以刷出那种很不一样的纹路来？杏鲍菇，我真的超好奇的，我真的好想知道哦，超想知道的。
所以像你们在画这一种琥珀宝石啊，你可以先去想一下，我想要浅黄色或是蜂蜜色。那如果有人是吃素，我妈妈也是吃素食的耶。好，这个我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的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啊？连接不起来。其实有吃素的人，他就是杏鲍菇，没错，这是真的。我妈妈也吃素哦，这样我就大概知道了。那我想要用一点红咖啡，这个大概就吃肉的人啊，他比较难连结，你们知道吗？吃肉的很难连结，这个我懂。那我现在把它刷大片一点。基本上这3颗啊，你们在玩的时候，你们可以试看看。因为下一颗我会教你们那个湿画法，也就是衔接啊，湿画的衔接，然后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他说要画宝石，对，所以我要想一下，没有关系的，我会大概想一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子其实就会有不一样的琥珀？好，然后这一颗我们一样等它干。这一颗我就比较单纯，不会画太多的效果，就是很单纯的这样，就是有点带蜂蜜色的宝石这样。然后这是有一点那个有没有缺口？像它这有凹陷缺口的那个琥珀，那这一颗就是有带纹路的嘛，像这一颗也算是就是有凹陷的啊，有没有？对不对？好，那像这一颗来咯，这时候我就会这样，就是要把水彩整个放在旁边给你们看看。这个就要有点湿，然后如果说你们想要这样子的，就是像我现在湿画法衔接的方法，你们就可以先把一些比较重的颜色先刷到上面来，也就是你们在水彩盘，就是调色盘上面调色有没有？你们是不是都会先调一些颜色起来？那像我现在就是先调一些颜色起来，包括我的红咖啡一样。我也顺便把它放一些在旁边，然后还有黄色也是放一些在旁边。啊，你们不要学我呢，不然那个这个你们会混到那个乱七八糟。杏鲍菇在你的脑海飞，很好玩的杏鲍菇。好，来咯，好，这颜色有点湿，这是红咖啡的颜色。好，你们看咯，我要这是红咖啡，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我要用黄色去接它，在它还没干的时候，赶快往下接。然后这时候你就要赶快，速度要快。为什么要这样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这一块它会跟这一块它会开始去晕染。然后我要再接这个颜色。敲碗那个画有棱有角的宝石是吧？
好，你们看哦，我现在就是让它自己慢慢去晕染。你有没有发现它现在这边就是这边衔接的颜色，它会自己就这样晕染，这样晕染。好，然后我这里我会刷一些水，我的红咖啡。这里也是刷一些水，然后这时候我都没有洗我的笔哦，我都没有洗笔，我只是就是沾水，沾一些水，然后可以红咖啡加一点黄，然后让它慢慢去晕染，然后我现在要罩染，罩染的意思就是我上面要刷一层黄色。我看了一下留言啊，像钻石切面那一种，然后新春是说宝石里面有杏鲍菇跟烧，杏鲍菇里面有那个是宝石里面有杏鲍菇跟烧肉吗？还是说那个烧肉的宝石我知道大概长怎样，然后我现在还大概就是头壳里面稍微去想。那个里面有杏鲍菇，其实我也大概不太能连接。虽然我知道吃素的就是有这样，但是还不太能够连接起来这样子。对，跟我一样好，然后这时候啊，我想要中间带一点颜色。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也有点就是在想，那到底是哪一种？我怕我如果教切面啊，我可能那个直播播不完，你们知道吗？因为切面啊，它每一面都要看那个光源，我怕我直播1个半小时可能画不完，而且你们也会听到很糊涂。好，然后我这里要再画一颗。我已经画很多颜色了呢，而且你们看哦，这一颗干了。所以我现在画的这几颗琥珀都是基本款的，也就是最基础的琥珀，它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的昆虫或者是木片或是叶片，因为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所谓的基础款，就是说以我们的琥珀来讲啊，它最基本的就是金黄琥珀跟浅黄琥珀。那质地比较干净的琥珀，它通常只有像这一种就是云雾状的这一种纹路，包括还有气泡。所以我今天教的就是比较经典，也就是比较基础款的。然后像这一种比较纯净的，然后像这种纯净的，你们就可以自己在里面就是加一些那个气泡。
哎，有没有忘记气泡？怎么？你们应该没有忘记气泡。我上次那个直播的时候有教过气泡，那这个也可以加一些气泡。中秋烤肉应景的宝石，对对对。我就边画，然后你们就边看，然后我会边解释给你们听我的画法。像我这一颗也是要湿画，然后好了之后啊，沾水，然后我会刷一点黄色的，这个黄色的。这个也是叫那个湿画法，沾水，刷水，为什么要沾水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就是有一点淡黄淡黄，也就是浅黄，不是很深的黄。然后有一点橘色，这地方好不好？我们可以这边也做一下，因为趁它现在整颗都是湿的，有没有？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它会自己去晕开来，就是在它边边的地方。好，然后呢，找一点就是这个旁边的颜色。好奇，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那个我可不可以请这个？是叫 Frank NA 这个我可以麻烦同学，就是你可以私讯我嘛，然后用给我看，因为我太好奇了。还是你觉得你想要画镶嵌宝石啊？太好奇了，太好奇了。好，来云雾状刷。刷，有没有发现我的云雾状跑出来了？然后云雾状没有一个标准哦，同学，云雾状就是哦，你们要自己去做你们自己的云雾，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说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形状，你们可以自己就是做出自己想要的那个，自己想，这有点像裂痕，但是裂痕之前我教的时候不是就是直接这样画有没有？但是我这个就是直接湿湿的这样沾。所以不管我要几层，我就是直接这样画，然后画完之后我就是刷刷刷刷刷刷。1、2、3、4、5，你看今年，你今天也练10多玩这个，其实很好玩，因为刷纹路真的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非常非常好玩。
像我这一颗啊，我这一颗已经半干了，对不对？我也可以这么做。所以像同学，你们如果在练习的时候啊，很多像这一种，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说它没有什么效果的，你都可以就是直接这样刷。那我如果不想要让它裂痕太明显，我就可以刷完之后，边边稍微抹一下，让它的那个因为我不是要画裂痕，我是要画云路状，所以我会刷完一次之后，然后会稍微轻轻把它带过，让它的那个它的旁边啊会有点就是散开，不要有那么锋利，像这个有没有比较锋利，我就不会让它有比较锋利的感觉。你觉得你最后应该会练习画石头？可以啊，真的可以的，非常可以。画石头也很好玩，真的很好玩。那你看，像我现在画好了之后，我会稍微给它刷一下，让它不要这个那么明显。其实这些都是在水彩里面啊，都是算技法。这里好几颗，其实它都是技法，而且不管你们在画宝石，不管画石头，这些技法都用得到，而且它可以让你就是有很多纹路不一样，然后你的宝石也可以跟别人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吹一下。你今天刷纹路，琥珀每颗对，几乎哦，琥珀差不多每一颗都会有气泡，没有错的。然后如果说你们觉得用水彩笔在做它的气泡不好做啊，你就直接拿着你的那个色铅笔，有没有？你就是直接这样画就好了，画个小溪，小溪。好，那如果说我今天用水彩画，对不对？然后可是，如果你问说，老师，我不太会我这个晕染我不太会，我如果用色铅笔可不可以？可以。你如果水彩晕完了之后，你发现，我晕染的好好，可是我却不会做这个，像这个凹陷感有没有？像我要做这个缺口，我做不出来。那你也可以拿着你的色铅笔，譬如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做我的缺口，好，你譬如我设这个地方做我的缺口，好了之后，稍微把它推开，有没有？那缺口是不是就跑出来了？这边就会陷下去，这个缺口就有了。所以水彩跟水性色铅笔跟油性色铅笔，它都可以混在一起用。可是记得哦，当你画了这个缺口之后啊，你的水彩就是只能往上叠，就是往上罩染。然后它也不会掉了，这样子，所以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再做一个小缺口，譬如我这里我也想做一个缺口，有没有发现我这里就有一个缺口了，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缺口，所以差不多。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刷我的脏脏笔了。
然后因为我不想要让它颜色太深，所以我就没有再用那个铅笔，我就直接用我原本这一支下去刷我的边边就好了。啊，每一颗都把它刷一下。这时候就可以画高光。新春说明天看，可以啊，明天再看。今天就是先看就好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画高光了。好，然后因为这是我刚刚画气泡的地方，所以我现在也要加高光。那么我的气泡这样就有了，对不对？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啊？我都过日子都过到不知道中秋节是什么时候了。琥珀不是不一定应该有气泡，而是几乎就是因为它在那个什么它在它生成就是日子这么久以来啊，它要去包覆，而且如果说是昆虫的话，昆虫其实它有时候它身体在氧化的，它会产生那个气体出来，你们知道吗？然后气体出来的时候，有时候琥珀它就会撑开，它就有那个小气泡，所以它气泡只是多寡，但不代表说它会有很多。不过现在的那个什么那个琥珀啊，也有假的，就是因为它是树脂啊，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做出来。这个就是说哈，你也不一定要加气泡，你知道吗？就是看你喜欢，自己画出自己想要的琥珀就好了，不一定要加。那只是说加了，让它的效果比较好。
因为不管是那个，因为琥珀它是属于那一种就是有机矿石哦。你看到壁虎的琥珀，对，壁虎，因为他们在就是包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身体里面就像我们有没有人家不是说什么我们人啊，就是死后啊，然后放到那个什么棺木里面，不是有时候要放气有没有？因为它自己会产生那个气体。那当然了，像那个什么，包括我们的植物啊，包括它在包那个什么树叶还是什么木屑都会有，但是有可能就是它的气泡多跟少，不是说它一定都会很多，没有，因为有一些可能它就没有包到任何东西的东西，它可能就不一定会有。可是以目前来讲，大家挖出来的几乎都会希望说看得到它比较原始的样子，越看越晚。你乡下长大的应该不怕，但是太久没有跟他们交朋友了。所以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下午画的，所以这样子其实你看啊，琥珀的颜色就可以有这么多种的。像你看啊，它会有这一种就是比较呈现蜂蜜状的。那我今天画的比较基本款的就是这一种，就是它只有云雾状的这一种琥珀，然后包括它比较基本款的，它就是云雾状的琥珀，或者是说像这一种就是有缺口的啊，有气泡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那再来就是换成那个有包树叶啊，包木屑，所以你就知道它们等级是这样子分的。所以你看这样子就会有，你也可以画浅一点，有没有？然后这就是深一点的，带一点红咖啡，然后像这样子，然后还有像这是重一点的颜色，然后有缺口的，有没有？然后像这一种也可以，然后包括这一种，这就是比较干净无杂质的，然后我只是就是画了一些气泡在里面。然后这边就是加了一些比较不一样颜色的那个云雾状，然后加了一些缺口。老师的颜色真的好了，就是其实你们练久了也会啦。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像这个就是缺口就会有大有小，不好？我就做了一些比较大的洞洞，让它有一些比较大的洞洞，然后有一些比较看起来比较泥真的，像这一种有没有？像这种就是比较破损的，让它看起来就是比较像这样。那不是我不洗哦，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很好用，因为它可以让我在每一次就是像你看啊，我这个比较脏的颜色，像这种比较脏的颜色有没有？有没有像你看这个紫色哦？像它这个紫色。有时候不一定我们画得出来，它有可能会在像这个有没有？像我这个之前就是用很深很深的深咖啡，然后再加一点点的那个紫色放在这边的时候，它混出来的颜色。这样，所以如果同学可以来练习看看这一种基本款的，然后记得画完的时候一定要画边框，这样子我们的宝石才会变得更立体。这样子，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这个基本款宝石，这样，这个叫做有机宝石，它不是矿石哦。琥珀记得它，因为它不是矿石，它叫做有机宝石，然后它是属于化石，树脂化石，所以它并不是属于矿石，所以我们不能把它讲作是矿石，要把它称为有机宝石，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也差不多9点55分，就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大家可以练习看看，是不是跟你们平常在练习的颜色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试看看。很好玩，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给我。然后至于那个，我很想知道那个杏鲍菇跟那个五花肉，所以我麻烦这位同学，请你务必去那个
留言给我，麻烦贴一下图片给我看。真的，我可以拜托你啊，就是贴给我看，这样子我就知道说哦，大概是怎么样，那我才有办法，就是说让你们敲碗，好不好 ？OK， 好，腊肉，对，五花肉、腊肉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直播就到这边哦。OK， 那也谢谢各位来看直播，那大家晚安，也早一点休息哈。好 ，OK， 好，拜拜。